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的是真的？这是哲学里一个古老又持续燃烧的问题。认识论。认识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episteme， 意思是知识，和 logos， 意思是理性或道理，合在一起就是对知识本身的研究。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能知道到什么程度？而我们所谓的知道到底可靠吗？在西方哲学的版图上，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并列，构成四大支柱。从古希腊开始，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从笛卡尔到当代哲学家，都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追问。他们想弄清楚，当我们说“我知道”这句话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认识论这种学科？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哲学源于惊奇与困惑。人类几乎都有一种天性，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于是我们提出问题，建立理论，编织各种解释，只为让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稍微有点说得通。但世界并不总是配合，它太庞大、太模糊，也太多变，很多现象无法用简单的逻辑解释。于是大多数人走到某个点就会停下来，他们接受一个有限的理解，告诉自己这样知道已经够了。而哲学家，尤其是认识论者，不满足于此，他们不只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更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他们在那种惊奇与困惑中停留得更久，也正因此，认识论诞生了。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理解停留在够用就好，而哲学家不一样，他们被一种执念吸引，或者说困住。他们想从最普遍、最根本的层面去理解世界，所以他们不停地建构理论。这些理论要能概览全局，要足够准确，有解释力，还得在理性上站得住脚。他们不满足于知道一点，而是要知道的彻底。也正因为这样，哲学家的探问总会走得比常人更远。常挂在他们嘴边的问题：我们凭什么说自己理解了？我们的理解真的符合现实吗？这种走得更远的探究，就是所谓的拥有一种哲学。那是一种持续推问的姿态，不让理解停在半途。认识论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起初也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知识，他们以为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他们已经理解了不少。可当他们开始真正反思这些已知，情况就变了。他们发现那些看似牢固的认知，其实并不那么稳。许多原本深信不疑的观念，仔细一想却变得模糊，甚至可疑。怀疑从这里开始，而这种怀疑并不是无中生有，它源自我们对世界经验中的某些异常，那些与常识对不上、与直觉不符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就从其中的2个例子出发，看看他们如何动摇我们对知识的信心。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情形：一根直棍插进水里，看起来却是弯的；铁轨在远方似乎越走越近，却明明是平行的；一本书在镜子里，文字全都反了，让人读不下去。这些现象我们太熟悉了，可仔细想想，它们其实都在欺骗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凭眼见来判断世界，那我们看到的棍子确实是弯的，铁轨确实是相交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换句话说，感官告诉我们的并不总是真相，而我们所谓的知识往往就建立在这种不可靠的感官之上。这些视觉错觉看起来简单，但一旦深入思考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说棍子其实没弯，铁轨其实没并，可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这么确定？也许你会说，当棍子拿出水面时，我看到它是直的，听起来很合理，但这真能证明它在水中的时候不是弯的吗？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场景，再次看了一眼。可如果视觉本身会骗人，那这一眼又凭什么更可信呢？又比如铁轨，我们说它们没有相交，因为火车能顺利驶过，但那只是另一个经验，另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判断。我们的信心其实还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相信眼见为实。可如果眼见本身不可靠，那我们又该相信什么？可我们怎么知道火车的车轮在远方看起来并没有真的靠拢？又凭什么某些看见就比另一些更值得相信？毕竟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棍子在水中弯了，出了水又直了。那为什么我们坚持说真正的是那根直的棍子？换句话说，我们凭什么给某种感知更高的地位？是谁在决定哪一次看见才算数？如果一切判断都建立在感官之上，那当感官彼此矛盾时，真相还剩下什么？也许有人会说，问题不在看错，而在只看。光靠视觉当然不够，要理解世界，我们还得依赖其他感官。比如那根看起来弯曲的棍子其实是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用手去摸，手告诉我们它是直的，所以我们相信手而不相信眼。听起来这似乎解决了问题，但真的解决了吗？可问题又来了，我们凭什么相信触觉比视觉更可靠？触觉也会骗人，
比如一只手先被冰水冻冷，另一只手刚从热水里拿出，然后同时放进同一盆温水中，结果是冷的那只手觉得水是热的，热的那只手却觉得水是冷的，同一盆水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调动全部感官，也无法彻底逃出错觉的网。于是问题又回到原点，如果看不准、摸不准、感受也不准，那我们还能拿什么来确定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也许我们会退一步说，既然感官都不可靠，那就让理性来判断真相吧。毕竟理性看起来更高、更纯粹，它不依赖身体，也不被幻觉左右，听上去像个出路，但真的是吗？而事实上，理性也会出错，我们会遗忘，会算错，会被情绪左右，会仓促下结论。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理性的推论与感官的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到底该信谁？毕竟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认识原本就来自感官的输入，如果连感官的基础都被怀疑，那理性又能立足于何处？要把棍子真的是直的这一看似简单的主张捍卫起来，显然并不容易。这里有一张密密麻麻的难题网络，等待着认真而细致的思考。接受这个挑战的人，实际上就是在面对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外在世界独立于感官经验而存在？毕竟感官经验终究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证据。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感官证据彼此冲突时，我们如何判断事物的真实面貌？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告诉病人，你醒来时会感到剧烈的疼痛。手术结束后，病人醒来，医生看到他皱着眉，发出呻吟，面部扭曲，一切迹象都说明他在痛。于是我们自然会说，医生知道病人在疼，但真的是这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感受到那种痛，除非他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手术，否则他无法真正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感觉。而更复杂的是，就算他曾经动过同样的手术，他也无法确定那时自己感受到的疼和眼前这位病人正在经历的疼是同一种感觉。每个人的感受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私密经验，医生看得见病人的表情，却永远感受不到他的疼痛。他所理解的痛和病人所体验的痛，也许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这种隔阂并不只存在于疼痛，想想颜色，一种我们称之为绿色的颜色，但你眼中的绿真的和我眼中的绿一样吗？或许在我的世界里，那其实是一种你会称为红的颜色，只是我们用了同一个词儿绿来指代它。我们永远无法比对，因为我无法看到你脑海中的绿色，就像你无法感受我的疼痛一样。哲学家把这称为反转光谱问题。也许我们以为共享的世界只是语言上的共识，而非感受上的统一。由此可见，每一个人都注定被困在自己脑海的边界之内。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真正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这种隔阂不只是暂时的困难，而是原则上无法跨越的界限。现代科学常有一种信念，只要方法足够精确，总有一天我们能解释一切。可他人心灵的问题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经验的某个领域，所有外部的观察与测量都将失效。在那片领域里，科学无法进入，逻辑无法还原，留下的只有沉默的意识与不可言说的体验。关于心灵，我们终究无法拥有一门真正的科学。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哲学家们通常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概念上的探问，不是在搜集事实，而是在追问一个词的含义。可问题在于，我们要怎样去研究一个概念？我们又凭什么相信通过分析语言、定义或逻辑推理，就能真正触摸到知识的本质？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却隐藏着一种方法论的困境。当知识本身就是我们思考的工具，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审视自己？人们常常假设，虽然这一点并非没有争议，要理解知识是什么，我们只需去分析知识这个词的含义。概念和词语并不完全相同，而语言是我们表达概念的媒介。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概念，却能通过语言看见它的轮廓。因此，观察一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也许能让我们窥见它背后的思想结构。换句话说，理解知识这件事儿，或许要从理解我们如何使用知道这个词开始。我们常说，我认识它，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在哪里，为什么，是否。这些表达乍看相似，其实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区别。20世纪的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就特别强调，知道某事儿和知道怎么做并不是同一种知识，前者是一种命题式的理解，比如我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后者则更像一种能力，比如我知道怎么游泳。一个是说得出来的知识，一个是做得出来的知识，而这两者之间正是现代认识论开始重新思考知道意义的起点。
有些知道我们能做到，却说不出。比如，一个人会游泳，但他未必能清楚解释自己在水里是怎么做到的。这就是知道怎么做，一种技能，一种身体与经验的智慧。类似的，还有知道某事，比如你知道单簧管的声音是什么样，可要你准确地描述那种声音却很难。你知道，但你说不出来。相比之下，知道某件事儿，就像拥有一段可以传达的信息。你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你可以解释，也能教别人。它属于语言与逻辑的世界。于是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知道都能被传递，有些知识存在于言语之间，有些只存在于体验之中。比如，我知道沃姆斯协定签署于1122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知道某件事儿，一种可以被说出来、被验证的信息性知识。而赖尔认为，这种知识与知道如何做是两回事儿。会游泳、会演奏、会开车，这些知道不是一堆事实的集合，不是你能背出来的句子，而是一种能在行动中体现的理解。赖尔据此提出，知道如何不能被简化为知道那件事儿，它们并列存在，彼此独立，共同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两种面向：语言与行动，理论与经验。从古希腊到今天，认识论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同一种知道上，知道某件事儿是真的。这种知识被称为命题性知识，听起来简单，但它隐藏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亚历克斯知道雪是白的，这句话里的知道我们大致明白，可那句雪是白的，也就是哲学家写作中的那个屁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知道的是一串文字，一个心理状态，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问题听起来抽象，却指向认识论最深的根部。当我们声称知道，我们究竟在接触什么？哲学家们曾经列出过一长串候选者来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说我知道屁，这个屁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屁是一种信念，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命题、陈述、句子，或者是我们说出句子时的那个语言行为。这些争论背后其实牵连着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共享问题，也就是当我们说红色时，这个红到底是存在于世界中的抽象实体，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还是只是我们给某种感觉起的名字？然而，无论哲学家如何分歧，有一点，他们几乎都同意：要说我知道某事，那件事则必须是真的。如果屁不真，那就不可能存在知道屁这回事。换句话说，真理是知识的前提条件。有些哲学家认为，知识其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特殊的意识，一种知道的觉察。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提出，知道与相信相似，但并不相同。它是一种更稳固、更清晰的心智状态。到了现代，这一思想被重新表述成一个确定性阶梯，在阶梯的起点是猜测与假设，最脆弱、最不确定的想法；再往上是思考、相信、确信，而在顶端才是知道，一种最为坚实、最具确定性的意识。在这种观点下，知道意味着一种清醒的自觉。如果我知道某件事，我不仅知道它是真的，还知道自己知道它是真的。也就是说，知识就是意识中的确定性。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拒绝把知识看作一种心理状态。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作论确定性中写道：知道和确定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并不是两种心理状态，就像猜测和确信那样。他的意思是，知道并不是一种内在感觉，它不像疼痛、怀疑或者有某种看法，这些心理状态都有一个共同点：处在其中的人知道自己在那种状态里，但知道不同。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件事儿，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他可能准确地认出某个事实，做出正确判断，但从未想过我知道这件事。因此，维特根斯坦和许多哲学家认为，把知道当作一种心理经验，就像把疼痛或怀疑当作感觉那样，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知道并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我们在语言与行动中展现出来的能力。那么，如果知道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它究竟是什么？一些哲学家认为，知道无法被简化成单一的东西，比如一种意识状态。相反，我们之所以能说某人知道，是因为他满足了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其中包括某些行为条件。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被测试时总能正确回答关于某个领域的问题，我们自然会说他懂这个。换句话说，他知道。在这种观点下，知道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能够在某种情境中表现出正确反应与判断的能力。因此，知识并不是一种心理体验，而是一种能够被行动证明的理解。心智或许参与其中，但知道最终显现在我们如何应对世界之中。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丁在1946年的论文《他人之心》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当我们说我知道，其实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是在描述什么，而是在做一件事儿。
说我知道，就像是在表明一种立场，我有理由，我有根据，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断言事情确实如此。而我们通常只在有疑问需要解决的时候才会说我知道，因为那句话的意义不是在陈述一种感觉，而是在宣告一种论断的资格。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当一个人确实处于可以合理断言的地位时，我们才会说他知道。在奥斯汀看来，知道不是一种意识，而是一种语境中的行动，它意味着我们承担起了对真理的责任。还有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区分，就是现实知识与潜在知识。所谓现实知识，指的是我们此刻意识到的、正在被激活的知道。比如，当你在解一道题，忽然灵光一闪，看见了答案，这一刻你的知道是鲜明的，在场的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而潜在知识则不同，它更像是一种倾向，一种在特定情境下能被唤起的能力。比如，某个人现在也许并没有想着自己的家庭住址，但如果有人问起，他立刻就能答出，这说明他确实知道，只是那种知道暂时处于静默状态。所以，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依然拥有知识，知道不一定要在心里发光，他也可以潜伏在行动的可能性之中。从17世纪开始，哲学家们就明确地区分出两种知识，先天的和后天的。这个区分在休谟与康德的思想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也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这两句话都是真的。第一句，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第二句，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我们是怎样知道他们为真的呢？第二句的真相不需要调查，你只要理解丈夫这个词，它本身就意味着已婚男性。所以，当你理解了语言的含义，你就已经知道所有丈夫都是已婚的。这种知识不依赖观察，也不依赖经验，它来自理解本身，来自理性对意义的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先天知识。它不需要实验或事实验证，因为它在逻辑上已经成立。与此相对，要知道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这句话是否为真，光靠理解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去查证，看一看那些车，调查它们的颜色。这种通过观察、调查、经验得来的知识，就叫做后天知识。它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从经验世界中获得的。哲学家们常用几组概念来进一步区分先天与后天知识之间的差异：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同一反复与有意义，以及逻辑性的与事实性的。这些区分通常是针对命题而言的。所谓命题，可以理解为一句话背后真正的意义或内容，一种可以被判断为真或假的思想单位。举个例子，英文的 Snow is white 和德文的 Schnee ist weiß， 虽然语言不同，但它们表达的命题其实是同一个。雪是白的。哲学家把那些在所有可能情况下都成立的命题称为必然命题，比如那句熟悉的“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只要丈夫这个词依然意味着已婚男性，这句话就不可能为假。它在任何逻辑上可想象的情境中都成立。而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则不同，它确实在某个历史时期是真的，因为那时福特只生产黑色的车。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另一种情况，假如当年福特决定推出红色或蓝色版本，那这句话就不再成立。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命题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为真，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为假。这类命题就叫做偶然命题。一般来说，必然命题往往属于先天知识，你不需要去验证，它本身就逻辑上成立。而偶然命题通常属于后天知识，你得通过经验、观察或事实来确认它是否为真。不过，也有哲学家提出过一些有趣的例外，他们认为有些必然命题也可能来自经验。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后天的必然命题时再细说。什么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呢？如果一个命题中谓词的意义已经包含在主词的意义里，那它就是分析的。比如那句经典例子，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这里已婚已经是丈夫这个概念的一部分。这句话只是把定义重新说了一遍，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事实。相反，如果一个命题的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的意义中，那它就是综合命题。例如，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黑色这个特征并不在福特 T 型车的定义里。这句话表达的是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而不是一个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分析命题通常是先天的，因为它靠理解就能知道真假，而综合命题多半是后天的，必须透过经验去确认。然而，到了18世纪，康德提出了一个震撼哲学史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存在先天的综合判断？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知识，它既不是来自经验，却又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事实？这正是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起点。还有一种区分是同义反复与有意义命题。所谓同义反复，就是命题里各个词在逻辑上说了同一件事儿，
或者最终可以化简为 a 等于 a 这样的形式。比如说1加1等于2，或者更极端的，一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这种命题看似正确，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的新内容，它只是在重复一个定义或逻辑横针，因此被称为空洞的命题。它在认识上没有增量，而有意义的命题则不同，它的词语组合能指向一个新的事实，一个可能变化的世界状态。当我们说天正在下雨时，这句话就传递了关于现实的具体信息，它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所以同义反复让我们看到逻辑的自洽，而有意义的命题让我们真正接触到世界的不确定。这组区分同义反复与有意义，在哲学史上不仅是逻辑问题，它还深深影响了宗教哲学。在11世纪，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证，被称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上帝被定义为唯一完美的存在，而如果某个存在不具备存在本身，那它就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上帝作为唯一完美的存在必然存在。看似严密，但休谟与康德后来都指出了其中的逻辑陷阱。他们指出，你不能从一个同义反复的定义推出一个关于现实存在的结论。换句话说，从语言的必然里推不出世界的事实。所以今天哲学界普遍认为，从同义反复中不可能推出任何有意义的命题。一般来说，同义反复的命题往往是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而有意义的命题则通常是后天的、偶然的、综合的。前者描绘的是逻辑的世界，后者触摸的才是经验的世界。最后一组区分是逻辑命题和事实命题。逻辑命题是指那些可以被还原为纯粹逻辑真理的命题，比如如果 P 并且 Q， 那么 P 这类命题的真假完全取决于逻辑结构，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无关。举个具体例子，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它其实可以改写成，如果某人是已婚并且是男性，那么他就是丈夫。这句话看起来像在说事实，但其实只是逻辑形式的重复。而事实命题就不同，它的意义来自现实，它无法被化简为逻辑横针。天空是蓝的，水在0度结冰，这些命题的真伪都依赖经验与观察。所以我们说，逻辑命题通常是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事实命题则往往是后天的、偶然的、综合的。前者属于理性的演绎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世界。一个揭示思维的形式，一个揭示世界的内容。前面那几组区分，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在现代哲学中被重新审视过无数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来自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1972年，他在《命名与必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并不是所有的必然命题都是先天可知的，有些必然命题反而只能通过经验，也就是后天才能被知道。这听上去似乎违反直觉，因为传统观点认为，凡是必然为真的命题，都应该是通过理性推理就能得出的。克里普克指出，这其实是一个混淆，人们长期把必然和分析性混为一谈。确实，所有分析命题既是先天的，又是必然的。于是，许多哲学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必然为真的命题都属于先天知识。但克里普克说错。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著名的例子：同一性命题。比如金星就是金星和晨星就是昏星，两句话看似结构相同，但意义却截然不同。也正是在他们之间，克里普克揭示出逻辑、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深层错位。在克里普克看来，金星就是金星，当然是先天可知的，你不需要去观测天空，只要理解同一性这个概念，就知道这句话必然为真。但晨星就是昏星就不一样了，它并不是通过思考就能得出的真理。事实上，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清晨天空中那颗明亮的星和傍晚出现的那颗其实是同一个天体金星。这个认知来自经验与观测，并不是逻辑推理，所以它是后天获得的。然而，一旦我们发现晨星与昏星确实指向同一个对象，这句话就成了必然的真理，因为它的逻辑形式仍然是某物及它自身。无论在任何可能的世界，金星都不可能不是金星。于是，克里普克揭示出一个看似矛盾却深具哲学意义的事实：有些真理虽然只能通过经验去发现，一旦被发现，它们却是必然的。这种命题就是所谓的后天的必然命题。克里普克认为，后天的必然命题并不只出现在晨星与昏星这样的同一性判断中，还有两种类型的命题也同样符合这一特征。第一类是物质起源的命题，比如这张桌子是由这块特定的木头制成的。这句话之所以为真，需要通过经验才能知道，你必须看见、触摸、验证它的材料，但一旦确认，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如果这张桌子不是由那块木头制成的，那它就根本不是这张桌子。第二类是自然种类的本质命题，例如水就是 how， 我们是通过实验、化学分析才知道这一点的，所以
它是后天知识。但当我们知道了水的分子结构，这句话就成了必然真理。无论在哪个可能的事件，只要是水，它就必须是后。当然，克里普克的观点并非人人接受。后天的必然命题，至今仍是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它触动了理性与经验的边界，也重新定义了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回望整段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描述，弄清人类知识的样貌与来源；二是论证，解释我们凭什么能说自己知道。这两项任务看似不同，却常常交织在一起，既要分析我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又要说明这种认识为什么可以被信任。在认识论的描述性任务中，其目标是准确描绘世界的某些特征，包括人类心灵的内容，并进一步确定在这些心理内容之中，哪些，如果有的话，应当被视为真正的知识。一个典型的描述性认识论体系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致力于对意向性这一现象进行精确的描述。所谓意向性，指的是意识状态的一种根本特征。任何意识经验都必然是关于某物的，或者说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无论该对象是现实的、观念的还是想象的。另一个强调描述性方法的哲学家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于1953年一作出版的名著《哲学研究》中，他曾明确指出，解释必须被描述所取代。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大部分哲学工作正是致力于这一理念。与其构建抽象的理论去解释语言与思想的本质，不如通过对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运作方式的细致描写，揭示其意义与功能。除了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些哲学家也试图用描述的方式去追问人能不能直接感知世界，有没有一种认识不依赖推理，也不经过逻辑中转，而是直接看见现实本身。乔治·爱德华·摩尔、H.H. 普赖斯和伯特兰·罗素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如果这种直接领悟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经验？它与我们平常那种推理出来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与他们思路相近的还有摩里兹·史里克、奥图·纽拉特和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伊尔。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协议句。这些句子指的是那些不带推论，只描述经验中立即被给出的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就像意识的原始记录，在语言介入、判断形成之前，我们最初接触到的世界的模样。这种探索像是在哲学的实验室里，试图找到人类认知的最小单位。一个句子，一个感受，一道光，一瞬间的我看见，是否可能成为通向真理的最原始入口？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认识论永恒的起点。如果说认识论的第一重任务是描写，那第二重任务就是辩护。它不只是问我们知道什么，而是更进一步的问我们有理由相信什么。这就是认识论的规范性功能。在这里，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描述事实，而是追问哪些信念才算是理性上站得住脚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这种应该带着明显的伦理意味。就像伦理学问的是人应该怎样行动，认识论则问人在面对真理时应该怎样相信。而一旦进入这种规范性的思考，我们就走进了认识论最核心的地带，那些千年未解的哲学难题。知识是否等同于被证明为真的信念？知识与信念的区别只是概率高低的差别吗？所谓合理的信念，到底什么才算是合理？这些问题听起来抽象，但他们其实在问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事儿。当我说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吗？当我们谈论知识时，另一个词往往悄悄出现——确定性。可问题是，知识和确定真的是同一回事吗？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百年。有人说，只有当我们确定某件事时，才算真的知道。但也有人反驳，我们明明能知道一些事儿，即使内心仍留着一点点不确定。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能知道某事为真，却不确定它吗？或者反过来，一个人能确定某事儿，却其实并不知道它？再进一步，某件事儿能不能本身确定，却无人知道？又或者有人知道，却永远无法确定？看似只是概念的交错，但在这几句反问里藏着整个哲学的焦虑。我们以什么为凭去说一句我知道？在1941年的论文《确定性》中，哲学家 G.E. 摩尔做了一件看似细微却极有洞察力的事儿。他仔细分析了人们日常说话时使用确定这个词的方式。摩尔发现，确定的这个词其实出现在4种常见语气里。我感觉很确定 I feel certain that， 我确定 I am certain that， 我确信无疑 I know for certain that， 以及某件事是确定的 It is certain that。 听起来相似，但摩尔指出它们并不一样。有些句式中，确定必须以事实为真为前提，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比如，我确信他一定会来，但他最后没来。这句话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如果他没来，那你就不可能确信无疑。但如果你说
我当时感觉他会来，但他最后没来，这就完全合理，因为那只是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是事实性的知道。摩尔的这个区分揭示了一个微妙的真相：感觉确定和真正确定是两回事儿。我们的语言常常让这两种确定混在一起，于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只是觉得。基于这些分析，摩尔得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锋利的结论：一件事儿若没有被知道，就不可能是确定的。这个结论就很量子状态了。这句话划开了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概念：真理与确定性。一个事实即使没有人知道可以是真的，但它不可能是确定的。确定在摩尔看来不只是关于世界的状态，而是关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某人真正知道了某件事儿，我们才有理由说这件事儿是确定的。因此摩尔明确地否定了那种设想，某个命题可以客观地确定，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在他看来，没有被意识到的确定性根本不存在。这听起来也许有点悖论，世界或许自有其真相，但确定这件事儿永远发生在人心之中。但摩尔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同样认为知道某件事儿并不等于那件事儿就是确定的。想象有人说 A 知道 P 是真的，如果这句话足以让我们说 P 是确定的，那就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知道 P 为真，别人就不可能再合理地说 P 并不确定。可这显然不对。比如我们说现在不能确定小明还活着，这并不代表没人知道他是否活着，而只是表明从我们的立场看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摩尔得出的另一层结论是，一个命题可以被知道，但仍然不一定是确定的。他认为知识并不自动携带确定性，两者之间还有距离。当然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的知道是当下的明确意识到的，而不是那种潜在知道或记得但没在想的状态，那么这种知道本身就已经包含确定性。于是哲学的争论在此再度分叉，确定性是知识的一部分，还是知识之外的光？有时候我们说我知道，其实只是灯亮着，而我确定是那道光真正照到了最深处。在关于知识与确定性的所有立场中，最激进的声音来自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他提出知识与确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互不包含，也互不保证。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件事儿，却并不确定，也可以确定某件事儿，却其实并不知道。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确定性不是一种理解，而是一种行动。它不是我看见事实的结果，而是我活在这样的事实中的表现。他认为一个命题之所以确定，不是因为它被证明、被看见、被推理出来，而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行动都在默认它是真的。举个例子，当我们行走、说话、交易、教学、写作，我们已经在无声地依赖某些命题，比如外部世界存在，语言能表达意义，他人能理解我。这些信念不需要被论证，他们早已嵌进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写道，理由的给出，证据的辩护，总有一个终点，但终点不是那些看起来显然为真的命题，终点是我们的行动本身，它构成了语言游戏的地基。在这里，确定性不再是思想的亮度，而是生活的重力。我们之所以确定，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真理，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确定中活着。哲学家们一直想知道的，不只是什么是知识，还包括知识从何而来。这种探问背后的假设是，如果我们能追溯知识的源头，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于是，从古希腊到今天，知识的起源一直是认识论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在这场讨论中，柏拉图走在最前。在理想国中，他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论证：感官经验不能成为真正知识的来源。他的推理从一个看似简单的观察开始，我们每个人对某些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比如相等。当我们说两根木棍几乎一样长，我们其实已经在心里拿它们去比对一个更完美的标准，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相等。但这样的相等，我们从未在现实中见过。在感官世界里，没有两样东西能完全相等，一切都只是接近。所以，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相等的概念，那种理解就不可能来自感官经验，它来自别处，来自理性，或者说来自灵魂更深的记忆。对柏拉图来说，感官让我们看到世界，理性让我们理解真理。知识不是经验的积累，而是理性对永恒形式的回忆。我们都知道该如何使用相等这个词，无论你比较的是两根木棍、两块石头，还是两条河流。当你说它们是相等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种知道从何而来？想象你在比较两根木棍的长度，乍一看它们似乎一样长，可当你仔细观察，差异就出现了，一根略长，一根略短。而你越仔细看，
这些细微的差别就越明显。于是柏拉图问，如果所有的感官经验都只会让我们发现不相等，那我们又是怎么学会相等的概念的呢？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份知道并非来自我们的眼睛、耳朵或触觉，而是来自灵魂更深处的记忆。就像在美诺篇中他说的那样，真正的知识并不是被学到的，而是被想起的。我们并非第一次认识这些概念，而是在回忆那场灵魂早在此生之前就经历过的理解。在柏拉图看来，每当我们追问什么是相等，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理，我们其实是在用理性叩响那扇古老的门，试图让灵魂忆起他早已知晓的世界。柏拉图并非随意地选择相等或几何作为例子，他是在提醒我们，数学才是理解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的关键。想想看，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从未真正见过一个完美的三角形，没有厚度的线，没有面积的点，这些数学对象根本不存在于任何感官经验之中。即便你在沙地上画出最精准的三角形，它的边仍旧粗糙，角度仍旧有误差，可我们却能在心里想象一个完美的三角形，三条绝对笔直的边，三角之和永远180度。于是柏拉图问，如果感官世界从不曾呈现这样的完美，那我们为何能理解完美的概念？这种理解又是从何而来？对他而言，这正是理性高于经验的证据。数学世界那些纯粹的形与数，并非我们看见的东西，而是理性在灵魂深处觉醒的真理。而这份觉醒成为柏拉图哲学最深的信念之一。知识不是从世界中获得的，而是灵魂自身记起的。关于知识的起源，哲学史上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种认为知识是天生的，在我们诞生的那一刻就已潜伏在心灵深处；另一种则坚持知识是后天获得的，是感官、经验与世界长期作用的产物。这场争论不仅在哲学中延续了2000年，在现代心理学与语言学中也依然激烈。比如语言，孩子在学说话时只接触到残缺的语言样本，大人们的语句往往不完整，甚至带着错误，可他们却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复杂的语法结构，流畅地使用一种语言。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认为，这种现象几乎不可能靠模仿解释。他说明，语言的根并不在外部世界，而是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心智结构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学会了语言，而是唤醒了早已存在的语言能力。与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心理学巨匠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史金纳。这位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坚信人类的知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环境塑造的结果。在他看来，学习不过是一连串刺激与反应的循环，外界给予强化与奖赏，个体便逐渐形成正确的行为与语言模式。连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句子，都像是在环境的训练下完成的反应。于是，知识不再是灵魂的回忆，也不是心智的先天结构，而是一种被塑造的习惯。当然，也有哲学家试图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他们认为，人类既拥有先天的认知潜能，也需要通过经验的磨砺来让潜能开花结果。而更深层的分歧则体现在另一场贯穿哲学史的对抗之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者相信知识的最终来源是理性本身，而经验主义者则坚持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理性这个词听起来简单，但它的本质却是一道深不可测的哲学谜题。哲学家普遍认为，理性是一种独特的心灵能力，通过它，我们得以触及关于现实的真理。这个观点其实有两面，一方面，它假设世界是可被理解的；另一方面，它相信人类拥有理解它的能力。理性主义正是从这对假设出发，它主张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同构，一种镜像般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的结构相互映照。正因为这种对应存在，人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世界如其所是。而如果这种映照被打破，理性主义者认为世界将不再可知，我们的理解也会坠入彻底的迷雾。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是真正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所有的知识毫无例外的都来自经验。就连被称为现代经验主义之父的约翰·洛克也承认，有些知识并非源于经验，只不过他认为那类知识微不足道，空洞到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休谟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同样相信经验的重要性，但也意识到仅靠经验、理性无法解释一切，尤其是那些关于必然性、因果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是最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也无法不依靠某种超出经验的框架去理解世界。因此，经验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先天知识的存在，他们只是认为那类知识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更准确地说，经验主义主张一切有意义的与事实相关的知识都必须来自经验。但即便这样定义，
经验主义仍与理性主义存在根本分歧。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能够拥有一种先于经验而又富有意义的知识，而经验主义者则坚持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在理性主义眼中，理性是通向真理的光，而在经验主义眼中，理性不过是经验的影子。在经验主义中，经验这个词通常指的就是我们最直接的感官感受，或者用修谟的说法叫做印象。而对那些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定义其实暗含着一个更深的假设：人的心灵是被动的，它就像一块白板，外部世界在其上留下印记，我们所感知、所记得的一切，不过是这些印记的复制与积累。在这种视角里，人类并不是在创造知识，而只是被动地接收世界投射来的光影。把心灵看作一块白板，其实给经验主义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所有知识都来自经验，那我们又如何知道那些从未出现在经验中的事物？比如龙。古典经验主义者如洛克和休谟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龙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它的概念可以被分解成更简单的元素，翅膀、蛇的身躯、马的头。这些简单观念都源自真实的感官印象，于是龙只是这些印象的组合与拼接。在这种理论中，心灵依然是被动的，只是多了一点拼图的能力。它不能创造新的材料，只能把经验留下的碎片重新排列。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果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经验主义者就必须回答：抽象概念从何而来？比如完美的三角形，感官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三角形是完美的，线会歪，角会偏，边会弧，但我们却能在头脑中清晰地想象出一个完美的形状。这个完美显然不是经验能提供的。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普遍概念上，我们的感官从未见过人类这种整体，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但人类这个词却有意义，而且我们还能据此说出一些显然为真的命题，比如人类会死亡。连颜色的概念也隐藏着同样的难题。有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红色的观念源自我们在记忆中对无数个红色事物的抽象提炼，但问题是谁在进行这种抽象？又凭什么能从具体的经验里提炼出那种超越经验的普遍性？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还没有红的概念，又怎么知道哪些经验该被算作红？经验主义者或许会回答，那是我们小时候学语言时被教会的。大人指着某个红苹果说，这是红的，又指着红花、红布、红灯笼说，这也是红的。于是，经过反复的指认与比较，孩子逐渐在脑海中抽象出红色的概念。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仔细一想，这种解释其实绕不开原点。如果孩子最初根本没有红的概念，那他凭什么知道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放进同一个范畴？是什么让他在各种视觉经验中看到了一种共通的红？经验主义在这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逻辑陷阱。他想用经验去解释概念，却忘了经验本身的识别与分类早已依赖于概念的存在。但问题还没结束，就算孩子通过反复指认学会了红这个词儿，这些例子依然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覆盖了红色世界的冰山一角。现实中，红有无数种深浅与光泽，暗红、朱红、玫瑰红、血红，孩子见过的只不过是其中寥寥几种。那么，凭什么孩子能在有限的经验中抽象出恰好与成年人一致的红的概念？理论上，他完全可能把红理解成亮的颜色，或者果实的颜色，甚至只是我被夸奖时看到的那种颜色。他是怎么选中那个正确的抽象的？理性主义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或许孩子之所以能抓住那个对的概念，并不是靠经验的归纳，而是因为在我们心中原本就有某种先天的结构，让我们能够辨认、理解并组织这些经验。换句话说，经验可能只是唤醒了我们心里早已存在的某种秩序感。很多哲学家，甚至刚接触哲学的人，都会被一个现象困扰：哲学的论证似乎永远没有定论，每一个论点都有反论点，每一个立场都能找到对立的立场。就像你刚刚觉得被说服，下一刻又被另一套逻辑彻底推翻。正是在这种反复的思辨中，怀疑论诞生了。古代的怀疑论者曾认为，所有的论证都同样薄弱，既然每一种说法都能被反驳，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被证明。而在现代，哲学家本森马茨继承了这种怀疑精神，却给出了一个反讽式的说法。他认为，所有哲学论证其实一样有力，听上去矛盾，但意思其实一样。无论你站在哪一边，理性似乎总能找到理由支持，也能找到理由怀疑。讽刺的是，怀疑论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哲学。于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怀疑论能否逃脱他自己设下的陷阱？当他质疑一切知识的可靠性时，他是否也必须质疑自己？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究竟怎样理解怀疑论。在历史上，这个词指向过许多不同的立场和实践，从温和的理性怀疑到彻底否认知识可能性的极端怀疑。但无论形式如何，怀疑论的核心始终如一，它挑战了人类最根本的自信，那种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些什么的信念。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的反对者共享同一个起点，他们都接受一种最基本的知识定义，一种看似朴素却蕴含深刻逻辑要求的定义。第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就必须是真的。第二，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儿，那他就不可能错。换句话说，知识不只是信念，它必须与事实吻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说我知道小明会在9点钟到，结果小明并没有出现，那么这个我知道就必须撤回。此时他可以说我以为我知道，或者我当时非常确定，但他不能再理直气壮地坚持我真的知道，因为在逻辑上，知道与错不能共存。在刚才那样的知识定义下，怀疑论者要发起挑战，其实不需要证明某个人真的错了，他们只需要证明他有可能错，就是这么简单。这正对应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个条件，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那他就不可能错误。所以只要怀疑论者能指出在某个我知道的说法中，逻辑上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性，他们就能得出结论，那个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怀疑论者总喜欢做一件事儿，他们不停地寻找反例，去挖掘我们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知识宣称里隐藏的漏洞与不确定性。有一种更极端的怀疑论，直接否认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任何知识。他会问，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树真的在哪里？也许你只是一个泡在营养液里的大脑，所有你所谓的感官经验只不过是被精密设计的电信号在欺骗你。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逻辑上它无懈可击，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知识定义，只要存在出错的可能性，就足以让我知道这句话失效。所以不管我们拥有多少感官证据，那些触觉、光影、声音、气味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逻辑上，我们永远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如果要追溯哲学最初的问题，那几乎都要回到古希腊，一个被运动困住的时代。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眼中，变化本身就是个无法自洽的谜。如果某物在变化，那他此刻既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这在逻辑上似乎行不通。于是古希腊哲学家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知识不能改变，因为如果知识也会变化，那我们又凭什么说它是真？巴门尼德，那位被称为存在之者的思想家，因此断言思维与存在是同义的，一切能被思考的事物都真实存在，而那些正在变成的、尚未存在的，根本无法被思考。在他看来，世界不是流动的，而是静止的整体，成为只是幻觉，真正的存在从未改变。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约束，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不变的。可问题来了，我们通过感官看到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变，河水在流，影子在动，连我们自己也在老去。如果知识来自感官，那它岂不是也会随世界一起流动？那我们又如何确定今天所知的真理，明天不会被新的感觉推翻？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感官经验不能成为知识的源泉。要获得真正的知道，人必须超越感官，让理性去触及那些不变的、永恒的存在。在那里，真理不会随时间漂移，也不会被幻觉污染。那是理念的世界，也是柏拉图所谓可知的世界。柏拉图的知识理论其实分为2部分，首先探讨那些永恒不变的存在，其次讨论人类如何凭借理性去认识它们。为了说明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第7卷中讲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寓言，洞穴的比喻。想象一群人从出生起就被锁在洞中，他们的脖子、双腿被铁链束缚，一生只能面向洞壁。在他们身后有火光在燃烧，偶尔有人或物从火光前经过，于是那些影子被投射在洞壁上。对这些囚徒来说，那面墙上的影子就是全部的世界。他们讨论、争论，甚至为影子的形状下定义，却从未想过自己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真实。洞穴象征感官世界，影子是我们通过感觉得到的经验，而那些被火光照亮的真正事物，只有当人挣脱锁链，转身走向洞外，才可能亲眼看见。这转身的过程就是哲学的觉醒，也是柏拉图所说的从感性到理性的攀升。挣脱锁链的人起初并不会立刻迎来自由的喜悦。当他第一次转身，第一次面对火光时，那强烈的光线刺痛了他的双眼，他本能的抗拒，渴望回到阴影的安慰里。可若他坚持向上，穿过黑暗的甬道，一步步走向洞外的世界，那痛苦的攀升
正是灵魂从感性束缚中解放的过程。柏拉图说，这条上升之路其实象征着理性的觉醒，理性让人得以看见那些不随时间流转的真理，去认识那永恒不变的理念。而当人终于走出洞穴，眼前的景象会让他震撼，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世界，看见光、色彩、生命与秩序，直到最后，他直视那一切的源头。太阳对柏拉图而言，太阳象征知识的根源，也象征真理之光。只有那些能承受光亮的人，才真正看见了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在探寻真知时，从一个简单却深刻的观察出发，心灵的每一种能力都对应着一种独特的对象，听觉对应声音，视觉对应形象，嗅觉对应气味。那知识呢？如果知道也是心灵的一种能力，它必然也有自己独特的对象。柏拉图说，那些对象并不是我们在感官世界中看到的石头、树木或颜色，而是那些可以被我们指认为某种东西的概念。当我们说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其实并不是在谈那一笔一画画出的形状，而是在指向成为三角形这一种性质，一种独立于具体图像却被一切三角形所共有的存在。同样，白不仅是墙的颜色，善也不仅是一个人的行为，它们指向的是比任何个体事物都更高、更纯粹的东西。柏拉图称这些恒常不变的存在为理念。理念不是感官能触及的对象，而是理性才能看见的真相。柏拉图在这里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种是我们能看见、能触摸到的具体事物，比如被画在沙地上的三角形、纸上的图形、墙上的装饰。这些具体的三角形各不相同，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歪斜，有的端正，它们都存在于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属于我们感官所见的现象世界。柏拉图称之为个别者。另一种是所有这些具体三角形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三角形本身。这种成为三角形的性质不依附于任何一幅图画，也不随时间或空间而改变，它既没有被画出来，也不会被擦去。这种普遍而恒定的存在，柏拉图称为理念 form 或称 idea。 这里的 idea 并不是心理上的想法，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对柏拉图而言，真正的知识所指向的正是这些理念，因为只有理念是不变的、普遍的、独立于感官世界的真理，而我们在感官中所见的种种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些理念在时空中的投影或影像而已。柏拉图认为，理性之所以高于感官，就在于它能通往那些不变的理念，而理性实现这一点的工具，就是他从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来的辩证法。辩证法不是争辩输赢的技巧，而是一种通过问与答去逼近真理的思维方式。在一连串的追问中，柏拉图希望我们能一步步剥除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最终抵达它的真实定义。所谓真实定义，就是一组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能精确界定某个概念究竟适用于什么对象。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兄弟这个词时，柏拉图会问，什么条件下一个人才能被称为兄弟？答案是，他必须是男性，并且有手足关系。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也刚好足够。只要理解了这两点，你就真正明白了兄弟这个概念的本质。对柏拉图而言，这样的定义不只是语言上的说明，更是一种通往理念世界的路径。因为当我们能用理性捕捉事物的必要与充分条件时，我们就在超越感官，触及那些不随时间变化、永远成立的真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应用到一个最核心的主题上——正义。一开始，长者克法洛斯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正义就是言行诚实，听上去合理，不撒谎，不欠债，好像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但苏格拉底立刻追问，难道说实话、偿还债务在任何时候都是正义的吗？他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假如你向一个朋友借了一件武器，后来这个朋友疯了，此时你还该不该把武器还给他？如果你照章办事，守信还物，那可能会害人；如果你选择不还，那又违反了承诺。于是苏格拉底指出，正义不可能只是诚实这么简单，在某些情境下，说真话或偿还债务反而可能是不正义的。这个例子让正义从一个道德口号变成了一个需要理性审视的哲学谜题。它也展示了柏拉图式辩证法的力量，不是为了定义得更漂亮，而是为了逼近一个更深层的真理：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假如那个失去理智的人此时拿着愤怒与疯狂要求你把武器还给他，而你明知他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这时候该怎么办？苏格拉底说，真正的正义不是盲目的诚实，如果为了阻止恶行而撒谎，那反而才是更高层次的公正。于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正义就是诚实守信，就这样被推翻了。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提出一个看似正确的定义，再用例子一连串的反驳去测试它。每一个定义被驳倒，
他就更接近那个不会被驳倒的真理。通过这种不断的提问与推翻，他试图触及正义的本质形式，也就是所有正义之士所共同拥有的那个不变的特征。对柏拉图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知识，不是对表象的描述，而是对永恒形式的洞见。柏拉图追寻定义，其实是在追寻知识本身的形态。但问题是，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深刻的答案：知识至少要包含真实的信念。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件假的事情，人们当然可能以为自己知道，但那只是以为，并非真正的知。所以柏拉图说，知识不仅仅是相信，也不仅仅是相信的对，它必须是超越单纯正确信念的东西。它要求我们不仅碰巧说对，而是理解为什么它是对的。想象这样一个场景：4月的某个夜晚，一个人做了个梦，梦见9月会发生地震。他醒来后深信不疑，9月一定会有地震。几个月后，地震真的发生了。那么他算知道这件事吗？柏拉图说不算，他确实相信了，也猜对了，但这并不是知识，因为他没有理由。他的信念虽然正确，却缺乏正当的支撑，就像掷骰子碰巧掷中6点，那只是运气，不是理解。所以柏拉图得出一个关键结论：知识等于被证明的真信念。换句话说，要称得上知道，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它是真的；第二，你真心相信它是真的；第三，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真的。自柏拉图以来，人们虽然对什么算作合理的理由争论不休，但知识等于被证明的真信念这个公式依然被哲学界沿用了近2000年。直到20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埃德蒙德·盖蒂尔的美国哲学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反例。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小红非常了解小明。那天他正走过商场的长廊，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小明也正跟在他后面，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时，小红看到前方有人迎面走来，那人和小明长得一模一样。于是他心想，小明在我面前。这个判断看似合理，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看到的人就是小明。可是事实是，他看到的其实是小明的双胞胎，真正的小明此刻正走在他身后。于是问题出现了，小红的信念是真的，因为小明确实在商场里，他也相信这件事儿，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们会说，他真的知道吗？显然不。盖蒂尔用这个简单的故事撕开了一个深深的裂口。即便一个信念是真，被相信且有理由，也未必能称为知识。而知识似乎还缺点什么，某种连接真理与信念的更深层条件。然而小红并不知道，她看到的那个人其实是小明的双胞胎兄弟。于是小红形成了一个信念：小明正在商场里走着。这个信念巧合的是真的，因为的确有一个小明此刻正走在他的身后，只不过他并没有看到他。更棘手的是，他的信念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毕竟从他的视角来看，一切证据都与那个人就是小明完全吻合。换句话说，他的证据和小明真的在那儿时的证据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可问题是，小红的真信念仅仅是个幸运的误会，他猜对了，但那并不等于他知道。这个例子像一记闷棍，击碎了柏拉图留下的那条古老公式：知识不等于被证明的真信念。它揭示出一个深层的难题：当我们的信念偶然与事实重合时，那还算是真正的知道吗？换句话说，在盖蒂尔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小红的信念与事实之间缺乏恰当的因果联系。他之所以相信小明在那儿，并不是因为他真正感知到了小明，而是因为他误以为别人是他。信念与真相擦肩而过，只是偶然在某个瞬间重叠。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每一门科学都建立在2种知识之上。第一种是那一学科的第一原理，它们是真理的起点，必然为真，且能被人直接认知。第二种是从这些原理出发，经由推理得出的派生真理。换句话说，科学不是一堆孤立的事实，而是一张由必然真理支撑起来的推理之网。为了证明某个科学命题，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一种结构化的推理方式——三段论。在这种逻辑中，每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前面的论证之上，就像一座层层递进的阶梯，每一步都由上一步证明并支撑。于是，科学真理的诞生不是凭经验的偶然发现，而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过程。从不可怀疑的第一原理，一步步演绎出世界的秩序与必然性。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中，每一个三段论都有双重的力量。它不仅在逻辑上推出结论，在因果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结论必须为真。举个例子，所有的星星都是遥远的天体，所有遥远的天体都会闪烁，因此所有的星星都会闪烁。这不是单纯的推理游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结论星星会闪烁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被两个更根本的事实——星星是遥远的与遥远的东西会闪烁共同解释了。换句话说，科学推理不只是形式上的推出，而是一种对世界结构的解释。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因果链的层层展开，就能看到知识的根基如何支撑起整个体系。而在这条推理链的最底端，那些最初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原理，是不需要再被证明的，它们是理性直接把握的真理。从这些原理出发，最后一条推理的结论就是科学所要揭示的真相。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于知识的讨论其实离不开他对灵魂本质的理解。他认为灵魂就是让事物活着的那个东西，凡是生命，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都拥有某种形式的灵魂。而在人类之中，灵魂中最独特、最高的一部分被他称为理智。有时它被描述为一种能力、一种机能，也可以说是灵魂的一个部分或一种活动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灵魂和理智并不是神秘的、宗教化的词，而是科学性的概念，是用来解释生命与认知如何运作的理论结构。在他笔下，灵魂是生命的形式，理智则是认识真理的工具。人之所以能知道、能理解、能思考，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灵魂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以通向真理的理智之门。亚里士多德有一段神秘而深刻的话：现实中的知识与它的对象是同一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亚里士多德似乎在说，当我们学到某样东西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那个对象，但我们获得的究竟是什么？是与知识对象不同的某物，还是与它完全相同的东西？如果不同，那我们心中所拥有的就与知识的对象产生了偏差。而一旦有偏差，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知识，因为知识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无误的对应。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说我知道蓝色是一种颜色，那这个知道就不能指向别的东西，它必须与蓝色是一种颜色这个事实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必须与它的对象同一，知与被知不再分离。这一思想在现代哲学中依然隐约地延续着。例如，那句著名的知识条件是 A 知道 P， 当且仅当 P 是真的。换句话说，知识的本质就是思想与真实的合一。当我们说知识与它的对象必须是同一的时，一个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知识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一个人之中？想象一下，小明知道狗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知道作为狗意味着什么。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狗或者狗的本质似乎必须存在于小明的心中。但问题是，这怎么可能？狗又不是直接跑进了他的脑袋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来自他对现实的整体理论。他认为，所有地上的事物及世间的具体存在物都是由两个原则构成的：形式和质量。拿狗来说，每一只狗都有作为狗的形式，也就是让它成为狗而不是别的动物的特征，以及质量，它的身体、血肉、骨骼这些具体的东西共同组成。形式让一个对象成为它所是的那种东西，而质量则是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理解的纯粹东西。因此，当一个人知道狗是什么时，他心中并没有一只真正的狗，而是拥有了作为狗的形式，也就是狗的本质结构，在认知层面上被心灵所吸收、所拥有。换句话说，知识并不是把外在的对象装进头脑里，而是让心灵在形式上与对象合一。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对思考的过程给出了一段相当简略但极具洞见的说明。他说，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理智本身也必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与质料相对应，另一个与形式相对应。前者被称为被动理智，后者则是能动理智。关于能动理智，亚里士多德语气极为凝练，却意味深长。他写道，在这个意义上，理智是可分离的，不受影响的，非混合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当理智脱离当前的束缚时，它显现出它真正的样貌。不多不少，它本身是永生的、永恒的，没有它，什么都不能思考。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的东西，而是一种有内在层次的认知能力。被动理智就像一块未成型的蜡板，它有接受印记的能力，但自身什么都没有。它代表着心灵中可以被思想填满的那部分。能动理智则像光一样，它让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或者说让潜在的思想变成实际的思想。它是使思维真正发生的积极原则。而当亚里士多德说能动理智是永恒的、不受影响的、非混合的，他暗示着它并不依赖于身体，而是灵魂中最纯粹、最神性的部分。那部分在我们死后仍然不灭。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这一部分观点，实际上是他对感觉理论的自然延伸。在他看来，感觉的发生是这样的：当一个感官器官受到外部感知对象的刺激时，通常这种刺激会借助某种媒介而进行，
比如视觉依赖光线，听觉依赖空气。这种刺激会在感官器官中生成一种可感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外物本身，而是外物在感官中的表征或印象。亚里士多德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感官器官接受可感知对象的形式，而不接受它的质量，正如蜡板接受印章的印记，而不接受印章所由之铁或金。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一朵玫瑰时，你的眼睛并没有把玫瑰的物质部分吸收进来，而是仅仅接受了玫瑰的形式，也就是颜色、形状等能够被感知的特征。因此，感觉的本质是形式的接收，而非物质的转移。这个观念正是亚里士多德整个知识论的核心。知觉是形式的感知，思维是形式的再现与抽象。通过这种连续性，亚里士多德在感觉与理智之间建立了桥梁。感官接收个别事物的形式，理智抽象出普遍的形式。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之后，认识论历史上迎来的下一个重要转折是怀疑主义的兴起。怀疑主义并非一种单一立场，而是至少包含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被称为学院派怀疑论，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学院，由哲学家阿尔克西拉乌斯提出。我们今天对他及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西塞罗、塞克斯图斯、恩皮里科以及蒂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学院派怀疑论者有时也被称作教条式怀疑者，他们主张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被确知，换句话说，人类无法真正知道任何东西。这种立场看似激进，却很快遭遇了一个经典反驳，来自斯多亚派哲学家安提帕特等人的质疑。他们指出，如果你声称没有任何知识是可能的，那么你至少知道知识不可能这一点。可一旦你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论断就自相矛盾了。于是，这种教条式的怀疑在逻辑上就被自己推翻了。在阿尔克西拉乌斯之后，另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卡尔内阿德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妙的回应。他认为，外界对学院派怀疑论的指责其实误解了他的本意。怀疑论并不是在宣称知识不存在或者我们一无所知，它并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而是一种论辩策略。按照这种策略，怀疑者并不会试图证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假设自己不知道，然后防守性地维护这个假设，对所有声称知识存在的论点逐一反驳。换句话说，怀疑者并不承担证明知识不可能的责任，相反，真正的举证责任在于那些坚信知识可得的人。卡尔内阿德斯对学院派怀疑论的诠释，让他与另一种怀疑论形式变得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皮浪主义，以哲学家爱丽丝的皮浪命名。和学院派不同，皮浪主义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他们主张人应该暂停判断，彻底避免做出任何知识性的宣称，哪怕是那句什么都不知道。皮浪派的策略是一种平衡破坏，他们会指出，对每一个有证据支持的命题都可以找出一个反命题，并且它同样有着同等强度的证据。于是理性陷入对峙，任何立场都有一面镜像与之相对。比如远看一座塔似乎是圆的，走近一看却发现它是方的。这种用来反驳双方论点的推理方式被称作环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找到真理，而是让人意识到，在真理面前，我们永远可能看错。比如皮浪主义者会举这样的例子：人们常说天意照顾万物，因为星辰的运行井然有序，仿佛暗示着某种神圣的关怀。但同样有力的反证也在眼前，许多善良的人饱受苦难，而邪恶的人却常常享受幸福。如果真有天意，为何世界并不公？再比如，我们以为一个苹果有很多特征，形状、颜色、味道、香气，每一种特征都作用于不同的感官。可皮浪主义者会说，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许苹果只有一种属性，只是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眼、鼻与舌。在这样的思维方式里，每一个确定的判断都可能被一个同样合理的怀疑所抵消。真与假、实与虚之间似乎只隔着一个视角的差距。在这些论辩背后，真正被触及的问题被称为标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去判断哪些信念是可靠的，哪些知识是真的。皮浪主义者认为，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标准，最终都逃不过两种命运，要么毫无根据，要么无法定论。想象一下，某人宣称这就是我们判断真假的标准，皮浪主义者会立刻追问，你凭什么说它是标准？如果没有理由，那它就毫无根据。但如果给出了理由，那理由本身难道不也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来支撑吗？于是问题陷入循环，标准需要被证明，证明又需要新的标准，就像一面镜子对着另一面镜子，映出无穷无尽的回声。这就是怀疑论者的锋刃所在。当人类试图为知识寻找绝对的起点，他们却一步步揭示出，也许那样的起点从未存在。
如果怀疑论者必须依靠判断才能活下去，那他们早就陷入了麻烦。但事实并非如此。皮浪学派认为，人其实可以在不做判断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我们不需要确定世界的真相，只需顺应习俗，接受表象，看到什么就如其所见，遇到什么就如其所遇。我们不去宣称这些现象正确或错误，只是让他们如其所是。塞克斯图斯指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无助，而是一种智慧的放下。它让人脱离了必须知道的焦虑，回到单纯的感知与经验之中。因此，古代皮浪主义并不真正是一种知识论，它没有试图建立关于知识是什么的理论，而是以一种怀疑的姿态拆解他人的理论，尤其是斯多亚派与伊比鸠鲁学派那种自信而系统的哲学建筑。皮浪本人甚至认为，这种放下判断的怀疑并不是出于知识的骄傲，而是出于伦理的平和。当人彻底与必须知道的执念和解，他便得以抵达一种宁静的境界，古人称之为心灵的安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启明，人类便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在他看来，人的心智之所以能看见、理解或把握思想，全赖上帝之光的照耀。这些理念在奥古斯丁的理解中，与柏拉图的理念如出一辙。它们是永恒的、不变的，只可由心灵直接领悟。但更深一层的是，这些理念并非独立存在于某个超然世界，而是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属于上帝自身，并且是在上帝之中被人心所见。启明 （illumination） 是奥古斯丁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他借用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以及其他哲人的视觉隐喻。上帝是光的源泉，人类的心灵如同一只眼睛，唯有当神之光照临时，心灵的眼睛才得以看见真理。有时奥古斯丁会稍作转喻，他说人类的心灵参与于上帝，又在论师者中说基督亲自内居于心灵之中，以其存在照亮人之理智。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的启明论并非仅关乎宗教或神秘经验，而是关乎一切知识的可能性本身。在他看来，每一种认识，每一次领悟，都是上帝之光在灵魂中的一次闪现。在奥古斯丁成熟地提出启明论之前，也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的时期，他首先致力于反驳学院派怀疑论。在《博学院派》一书中，奥古斯丁指出，即便怀疑一切，人类仍能确知某些命题是真实的。例如那些吸取重言式，要么世界是一个整体，要么世界不是一个整体，要么世界是有限的，要么世界是无限的。这些命题无论如何都成立，因为它们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人类还确知许多以在我看来开头的命题，例如，在我看来，我所感知的东西由大地与天空组成，或者说是某种看似大地与天空的存在。除此之外，人类也能确知那些逻辑命题，奥古斯丁称之为辩证命题。例如，如果世界由4种元素组成，那它就不可能有5种。若太阳只有一个，就不可能有2个。同一个灵魂既不能死去，又仍然是不朽的。人不可能同时既幸福又不幸福。这些命题并不依赖感官经验，而是根植于理性的必然性之中。奥古斯丁借此论证，怀疑虽可动摇感官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理性的自明真理。而正是从这种对怀疑论的反思出发，奥古斯丁进一步发展出他的核心思想：上帝之光照亮人心，使知识成为可能。奥古斯丁在他后期的多部著作中都继续对怀疑论进行了驳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论自由意志》、《论三位一体》，以及他的哲学神学巨著《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进一步提出了几种人类能够绝对确定的事理，再次以此来反驳学院派怀疑论者的观点。他论证说，若一个人被欺骗，那么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它确实存在。用第一人称表达这一思想，奥古斯丁写道：若我被欺骗，那我便存在。As I follow some。 这句话在1200年后被笛卡尔以另一种形式重述为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在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又提出了这一论证的一个辩题：即便我被欺骗，我至少能确信我仍然活着。这些论证共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怀疑本身反而成为自我存在与意识确证的根源。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既然他知道，那么他也知道自己知道，而且这一认知可以无限递归下去。若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活着，那么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活着。在20世纪的认识论逻辑中，这一思想被形式化为一个著名的公理：若 A 知道 P， 则 A 也知道自己知道 P。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还宣称他确知自己在爱，因为我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受骗，我确实在爱，而在我所爱的事物中，我并未被欺骗。借此，奥古斯丁认为怀疑论已被彻底驳倒，
他明确否认自己曾经能够真正怀疑那些通过感官经验或通过多数人的见证而获得的知识。在奥古斯丁对怀疑论的批判之后，整整1000年间，怀疑论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它最终如同埃及神话中的凤凰般重生。与此同时，奥古斯丁的柏拉图式认识论在中世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13世纪中叶，才被圣阿尔伯特及其弟子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理论所取代。他们发展出一种区别于奥古斯丁神圣照明说的替代理论。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中世纪哲学的精神：信仰寻求理性。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他自身的哲学立场，也恰当地概括了整个中世纪哲学的本质特征。所有伟大的中世纪思想家，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哲学家，既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